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又来大山里面为大家分享一些闲置的老房子了。今天我们要去看的这处寨子呢，只住着10多户人家，寨子里面还有一所小学。寨子里面绝大部分的木房子啊都已经闲置了，没人居住。那这处寨子啊，远远的看过去，犹如一处世外桃源，景色是挺美的。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现在我已经来到了村子里面，村子没有多大，只有10多户人家，有一个简易的停车场，这边有一个篮球架。民乐镇苏子山村，这所学校呢，只有3个班级了，应该只到3年级还是4年级，再大一点的就到镇上去读书了。这边我们就不进去看了，从这边走过去，可以看一下当地老百姓的木房子。这边啊，因为太偏僻，不方便，很多老百姓已经搬迁出去了，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房子呢，都闲置在这边。确实，在大山里面生活挺不容易的，主要年轻一代在大山里面赚不了什么钱，像村子里面都是剩一些老人和孩子，一眼看过去，这些房子都是大门紧闭。刚刚数了一下，紧挨着学校这个位置啊，有大概10户人家，基本上都关着门。我问了一下村里面的老人，他们说啊，很多都已经在镇上建了房子，有的是在村里面重新交通方便的地方打了地基，重新建了房子。这边啊，因为交通实在太不便利了，平时他们种一些稻田，养一些鸡，种些玉米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经济收入来源的。看这地里面种的菜都长得挺好的，随便从山上捡的石头垒起的矮墙，特别有那种乡村的气息。来到这边之后，我感觉有点像怒江的72拐。我的车啊，也是从那边开下来的，弯弯曲曲的道路，一直沿着山体而盘旋。其实这条马路可以通往贵州的。整个寨子建在大山里面，交通很闭塞，基本上啊，这边的老百姓出去买点菜，或者卖一些自家种的东西，都挺不方便的。还好这几年修通了马路，以前啊，这边出去一趟大山实在太难了。在对面我还发现了一处寨子，住着10多户人家，几乎这些房子都是建在半山腰之上。对面的大山也是厚厚的积雪，这边的海拔差不多有800多米，到夏天的时候啊，挺凉快的。寨子里面的房子挺多的，大部分啊都是关着门。我选择了其中的一栋木房子来进行拍摄，给大家也作为一个代表。老人家你好啊，你听得懂我说话吗？你今年多大了？你今年多大了？我说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我70多了，就差不多的80了。差不多80岁的年纪了。77岁。78了。寨子里面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老人，
看我在这边拍视频，问我在干嘛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栋房子啊，也是闲置房，长时间没人居住，3开间的木房子，两边用砖头给挡住了，防止这些雨水啊往木头里面浸湿。这栋房子的视野倒是挺好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背靠着大山，面朝也是大山，没关系的，我看一下。好好好，待会儿我过来看一下嘛啊。这边啊底下是有稻田的，没想到在这样的山上还种稻谷，田里面还有水。在对面啊也是一个寨子，零零散散住着10-20户人家。对面的大山海拔因为高一些，山上的积雪还是挺厚的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栋房子的视野倒是挺不错的，开门见山。我在想，这些稻田会不会养的有鱼啊？在我们那边之前也给大家说过，稻田里面都喜欢养鱼，在打稻谷的时候可以在稻田里面抓鱼呢。看这些养的鸭子还有鸡都是散养的，所以养出来的肉质是非常好的。特别喜欢这样的环境，住在这样的寨子里面真的挺清静的。那我们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栋房子。首先这栋房子是车子开不进来的，可以停在那边。那边那栋房子也是闲置房，没人居住。再过去有栋房子住着一位老人，还有几个年轻人，过几天也要出去打工了。其实这户人家的院坝倒是挺宽的，本身也没有院坝，他是把底下加了一些立柱，做了一些橡胶板，类似于就像我们家的那个样子，做成了院坝。整个院坝大概有100来个平方左右，水泥硬化的。这栋房子啊，是我们典型的吞口屋。我们苗族大部分山里面的房子都是这么建的。所谓的吞口屋呢，就是大门口是往里面凹进去，大概2米左右，两边的偏房是凸出来的。这栋木房子呢，也是1楼居住，2楼堆放杂物的，楼层高度大概4米多，开间也是4.5米左右，配的有一个小小的厨房，就在这边，也是上了锁。这边的房子啊都是紧挨着建在一起，旁边是一栋砖房，有一条小路可以走进来。这边喝的都是山泉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有水龙头的，通水通电，还有网络。虽然这边比较偏僻，但是啊，我觉得在这边居住，如果只要就是说喜欢安静的朋友啊，这样的环境还是挺不错的。这栋房子距离县城有30公里，距离镇上有15公里。村子里面的马路大概宽4米左右，都是水泥路面，轿车也都是可以进来的。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栋房子，门口的视野非常好，开门见山。其实对面的大山啊，真的是挺雄伟的。现在我就有个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啊，就是对面的寨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好像也是通了车，但是这边感觉底下是一个很深的峡谷。那它的马路又是从哪里修进去的呢？两个寨子啊，隔山相望，从这么看很近，可能在这边大叫一声，对面都可以听得到。但是如果想走到对面啊，我估计很难很难，因为底下的峡谷啊非常的深，而且是没有路的。刚刚我们看的就是这栋木房子，它的两侧
都是用砖来代替以前的木板墙了。其实这也有好处啊，平时热晒雨淋，这些木头都不会暴露在外面了。他们家还有一处旱厕，现在也不用了。这是村里面的马路，大概也就宽个4米左右吧。看这栋房子也是一栋吞口屋，年久失修，它的偏房已经是快要倒塌的那个样子。可以看到上面的瓦片好多地方都掉下来了。这边以前是用石头加上泥土垒砌的砖墙，石头墙吧，现在暴露在外面，长时间风化的也非常的严重。还有这面土墙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其实这栋房子看起来年代是挺久远的。可能大家会说，像这些木房子怎么都是很黑的呢？这些墙板实际上在农村里面建木房子，大部分涂抹的都是桐油。涂抹桐油前2年还比较亮，过了几年之后它就会发黑，这也是难免的。所以在我们湘西这边，大部分的木房子整个木板墙都是比较黑的。包括现在我们看到镜头前方的这栋木房子，也是闲置多年。它的侧面以前也是用泥巴用的一些砖吧，用来垒砌的墙，但是经过热晒雨淋，已经风化得很严重。甚至于有的墙已经倒塌下来了。这栋房子现在也感觉有点像危房了。我们走到这栋房子的门口去看一下。实际上刚才我们是可以沿着这条小路走上来的，但是我们是绕了一圈。前面这栋就是刚才邀请我的这户老人家他们家的房子。这是一栋几开间4开间的木房子可能是2兄弟的，有2个大门2个大门都是凹进去的，加上了一个厢房，那间厢房感觉都要倒塌了。这栋房子可能年代更久远了。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，这些房子整体的结构还算不错吧。立柱有些地方是烂掉了，但是这些墙板都保存的挺好的。但是如果外地的一些朋友想在这边居住的话，还是要重新装修，重新打磨，还是许多工作要去做的。在门口还有一棵橘子树吧。这边的厢房以前是他们家的，应该是厨房，在里面有灶台的。这些木墙板已经是全部烂掉了。木房子就是这样子的，如果没人打理，年久失修，可能也就几年或者10多年吧，就会慢慢的坏掉了。写的是全家外出务工，看起来过年也没回来的。就像很多朋友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，石头所拍的这些房子周边的景色都挺不错的，唯独房子整体的情况太破旧了，难以维修吧。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我们湘西这边自古以来就比较落后贫穷，大部分的房子都是这个样子，并没有特别好的一些闲置老房子，整体情况也就这个样子，所以大家也请理解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我会
继续的去为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闲置房。如果不喜欢啊，那接下来天气好些，我们就要开始装修家里的木房子了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请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